丫头啊，爹对不起你，爹没本事，让你嫁到那种人家去。侯府不是挺好的吗？有吃有喝有地位。你懂什么？那谢荣怀就是个纨绔，京城谁不知道他整日流连花丛，不务正业？他娶你肯定没安好心。人家好歹是个侯爷，咱家这小官小户的能高攀上侯府，那都是祖坟冒青烟的了。荣怀，我来给你帮忙了。你就是沈家那个？沈家当真是好计谋，为了攀附，居然将你这种娇娘子塞进侯府里。你能帮上荣怀什么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最好给我安分的待在后院，别给荣怀惹事，否则我第一个不饶你。吵什么？荣怀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是想过来帮你忙的，怕你应付不过来。出去。什么？我说出去。今晚本侯洞房，你一个外人闯进来，像什么话？你把我当外人，就因为娶了新媳妇，就忘了我们之间的事儿了吗？来人，把武将军带出去。被武将军给吓到了。你懂什么？侯爷，您喝多了。所以呢？算了，为父不吓你，睡吧。明天你不还有一堆破事？侯爷，将军府那边什么情况？回侯爷，武将军还不知情武小姐今夜出现在这儿的事情。武重这老狐狸居然不知情，倒是有点意思。武小姐对侯爷您……无需说这些，倒是用她来试探一二也可以。侯爷的意思是，沈家的底查清楚了，重新排查了一遍，还是跟之前一样。沈大人在翰林院10年，门生故旧不多，没什么根基。沈家大小姐自幼在江南外祖家长大，外母家姓周，做茶叶生意的，在江南也算有些名望。性格呢？周家教养极严，沈家大小姐也是出了名的温婉贤淑。不过什么？周家邻居说，这位大小姐小时候挺活泼的，经常跟着表哥们爬树下河，后来被周老太太狠狠管了几年，才变得规矩。活泼？侯爷？无事，觉得有趣罢了。你打我！侯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被吓到了。将军，您不能进去，侯爷和夫人还没起。让开！将军，您不能。荣怀，我有急事找你们。一大早闯本侯的婚房，是不是有点太过了？还是说也是想学习？荣怀，我找你有正事。什么正事？你踹我房门，打扰我们休息，这叫正事？军中急报，我需要跟你商量。军中急报应该去兵部，来我房里做什么？武将军，本侯现在是有家室的人了，以后要商量事情，去书房。嫂子，我这个人粗枝大野的，不懂你们内宅的规矩。毕竟荣怀以前也不在意这些，要是冒犯了嫂子，我道歉。没事，将军来找侯爷是有正事，
是我赖着侯爷耽误时辰。行了，你先出去等着，我换好衣服就来。你快点儿！夫人。再打一次，本侯的下巴就废了。侯爷，将军还在外面等您。让他等。别怕，为夫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这个谢荣海不似表面看起来这般简单。夫人，该去给老夫人敬茶了。孙喜妹给祖母敬茶。起来吧。嫂子真是规矩好，不像我在军营里待惯了，这些繁文缛节一概不会。荣华以前老说我像个男人婆。武将军是客，自然不用守我们侯府的规矩。傅一，以后你就是侯府的主母了，要学着管家，有什么不懂的多问。是，孙媳妇记住了。荣怀这孩子总算成家了，以后有人管着他，老夫人可算放心了。可不是，荣怀以前成天在外面胡闹，我们都愁死了。神母这话说的，我什么时候胡闹了？我那叫广交朋友。哼，广交朋友？你那些朋友除了吃喝玩乐还会什么？祖母教训的是。这人认错的速度也太快了，一看就是惯犯。说起来，嫂子的娘家是做什么的来着？我只记得沈家是文官，具体的倒是不清楚。你怎么事儿那么多？我问问怎么了？嫂子又不是外人。嫂子别误会，我就是好奇。毕竟能嫁给荣回的人家，肯定不简单吧？将军说笑了，我父亲不过是4品文官，哪有什么不简单的？4品，那确实不算高。不过嫂子能嫁进侯府，肯定是有过人之处。我听说嫂子的外母家是做生意的，将军消息真灵通。我外母家确实是做茶叶生意的。难怪，我就说嘛，嫂子这通身的气派，肯定不是一般人家能养出来的。哼，武将军今天话怎么这么多？平时在军营里不是挺惜字如金的吗？还是说你对本侯的夫人有什么兴趣？要不我把她借给你，你们好好聊聊。我就是随便问问，你这么紧张做什么？我紧张了吗，夫人？我紧张了吗？侯爷没有。行了，敬完茶就都散了吧。福一留下，我跟你说几句话。嫂子，荣怀这个人吧，看着好相处，其实挑剔的很，你可得好好伺候着，别让他不高兴。将军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侯爷的。那就好，毕竟荣怀以前都是我照顾的，现在交给嫂子，我还有点不放心呢。过来坐。武宁香的话你不用放在心上，他在侯府晃了这么多年，荣怀要是真对他有意，早就纳了。祖母说的是。不过你既然嫁进来了，就要明白一件事，侯府现在看着风光，实则四面漏风。荣怀那孩子在外面怎么胡闹我不管，但这家得有个明白人撑着。这话的意思是说谢荣怀靠不住，要我来撑？你不用想太多，先学着管家就行，至于其他的，以后慢慢就知道了。孙媳妇了，记下了。夫人，侯爷让奴婢转告您，他中午不回来用饭了。知道了。秋棠，你先回去。是，夫人。将军不出来吗？
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闻到的。将军身上的假臼味道很重。嫂子倒是细心。沈福一，你听好了，我不知道你们沈家用了什么手段把你塞进来，但我警告你，将军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。什么？将军和侯爷是什么关系？我跟荣怀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出生入死的情分，你说是什么关系？那就是没有关系。既如此，将军一个外人插手侯府的家事，是不是不太合适？将军是女中豪杰，战场上杀敌立功，我敬重将军。但侯府的事是侯府的家事，将军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吧？嫂子说的对，是我多管闲事了。对了，嫂子，荣怀这个人吧，最讨厌的就是被人算计。你说他要是知道你们沈家打的什么熟体，会怎么想？秋棠，咱们院子里有没有不用的花盆？花盆？夫人要花盆做什么？种花，种能开的那种花。库房里应该有，奴婢去找找。多找几个过来，再找点炭火，还有铁线。夫人，您到底要做什么啊？别问了，你去找就是了。是，奴婢这就去找。夫人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嘘，小声点，别让人发现了。夫人，您这是准备烤肉？聪明。再去厨房取块肥瘦相间的肉来。是，夫人。这才叫过日子。秋棠，帮我拿个盘子和剪刀。是。进来。侯爷，院子里的消息。什么？他怎么考的？安伟说夫人动作很熟练。熟练？是，安伟说夫人看起来不像第一次。花盆搭架子烤肉。侯爷，您要去看看我的花盆。夫人，您慢点吃，别烫着。夫人，您能不能回屋吃？回屋就没灵魂了。秋棠，你也来一块。奴婢不来一块。夫人好雅兴。侯爷怎么来了？侯爷吃饭了吗？要不要来一块？你用本侯的花盆烤肉？花盆闲着也是闲着。那是雨瑶的。什么瑶？夫人，你知不知道这一个花盆够普通人家吃3年？那它还挺贵的。侯爷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花盆这么贵。侯爷大人大量，别跟我计较了，好不好？哼，夫人，这招对别人有用，对本侯更有用。但该赔的还是要赔。花盆的事从你月钱里扣，1个月扣一半，扣完为止。一半？侯爷，你这是抢劫！夫人刚才不是还说本侯大人大量吗？
侯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您看这样好不好？我给侯爷泡茶赔罪。我外祖家是做茶叶生意的，我泡的茶可是一绝。不用。那我给侯爷做衣裳。不用。赔钱。本侯不缺茶，也不缺衣裳，就缺钱。行，赔就赔。好，秋汤，再给我烤一串。对了，夫人。嗯，你刚才那个样子，以后少在外人面前用。这有什么好用的？秋堂，明天帮我去库房看看，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夫人要做什么？侯爷扣我月钱，我就不能从别的地方找补回来？秋堂，侯府里除了咱们院儿，还有哪些人？侯府一共3房，大房就是侯爷和夫人您，没有别的长辈了。我晓得，你往下说。2房是侯爷的叔叔谢荣渊，还有2夫人王氏，他们有个儿子叫谢昭，在外院读书。3房呢？3房的老爷去世的早，就剩3夫人和1位姑娘。3姑娘叫谢荣沁，比侯爷小几岁，还没出阁。2夫人这个人怎么样？2夫人不太好相处。侯爷刚袭爵那几年，2房闹过一阵，后来被老夫人压下去了。闹什么？就是觉得爵位应该是2房的。3姑娘呢？3姑娘性子直，说话不好听，但人不坏。她跟武将军关系不错。还有吗？府里的管事嬷嬷、丫鬟小厮加起来100来号人，各房有各房的人。那些人以后再说，先把这些个主子认全。2房住哪个院子？夫人问这个做什么？串门。二婶，我来给您请安。哎呀，侄媳妇儿来了，使不得给沈家请安。你是侯夫人，按理该我给你请安才是。二婶是长辈，应该的。侄媳妇儿刚嫁过来，住的可还习惯？挺好的，就是侯府的规矩多，我还在学。慢慢学，不急。有什么不懂的，尽管问二婶。二婶在府里待了10几年，什么都熟。那就麻烦二婶了。荣航这孩子吧，性子是随性了些，但人不坏。以前府里就他一个主子，没人管着，难免有些不太着调。现在侄媳妇儿来了，总算有人管他了。侯爷挺好的。对了，侄媳妇儿见过武将军了吧？那个女人啊，她在府里出入惯了。以前荣华也没成家，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现在你来了，她还这样，确实不太像话。将军跟侯爷是世交，来往也正常。正常是正常，但哪有天不亮就闯新房的？也就侄媳妇儿脾气好，换了我早跟她翻脸了。二婶说的对，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二婶在府里时间长，能不能教教我？这个，二婶要是不方便就算了，我就是不知道能问谁。侄媳别难过，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二婶，二婶帮你出主意。谢谢二婶。这是3姑娘。嫂子，3妹妹好。3妹妹这是要去哪儿？去给祖母请安。嫂子见过吴姐姐了？见过了。吴姐姐那个人说话直，但人不坏，嫂子别多想。我没多想。那就好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3姑娘就是这个脾气，夫人别介意。秋堂，3姑娘喜欢什么？3姑娘喜欢骑马、射箭。哦对，3姑娘格外的喜欢吃糖葫芦。居然喜欢吃糖葫芦，这突破口居然这么简单吗？侄媳留步。侄媳啊，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。二婶请说。下个月是老夫人的寿辰，往年都是我在操办，今年你来了，是不是该……二婶说的对，今年确实该我来操办，但是我刚来，什么都不熟，要是办砸了，丢的是侯府的脸。
二婶在府里这么多年，能不能帮帮我？今年咱们可以一起办，我跟二婶学学，有二婶把关，肯定不会出岔子。二婶不会不帮我吧？我刚来，二婶就待我如自家孩子亲，我想着我在府里能指望的只有二婶了。你是荣怀的媳妇儿，自家人，怎么能不帮呢？那就谢谢二婶了。夫人，您为什么要把寿宴的事揽下来，还要跟二夫人一起办？因为他想看我出丑。那您还……我把他拉下水，他要是搞鬼，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。他想看我出丑，我就让他先出丑。还有，去帮我买几串糖葫芦。糖葫芦？对，要好的，别嫌贵。明天我得去会会三姑娘。是，夫人。夫人，三姑娘说今天身子不舒服，不见客。三妹妹哪儿不舒服？三姑娘没说。帮我转交给三妹妹，就说我改天再来。夫人，三姑娘这是给您脸色看呢。人家不想见，我总不能硬闯。可是不急，往后日子还长着呢。送糖葫芦不过是试试水，看看他的反应。夫人，怎么了？侯爷他在翠云楼喝醉了，怎么都拽不走，小的们没办法，特来禀告夫人。他去那儿做什么？侯爷经常去。禀告老夫人了吗？还没有，小的先来禀告夫人。这事接与不接，都会落人话柄，得从老夫人口中安排出来，才最妥当。这个不省心的东西，福一，你去把他接回来。我去合适吗？你是他夫人，理应当你去。记住了，别闹大，把人带回来就行。是。哼，这位夫人，您走错地方了吧？我找谢荣辉谢侯爷。找谢侯爷啊？你是侯爷的什么人啊？他夫人。侯爷什么时候成亲了？我们怎么不知道？就是，姐姐不会是冒充的吧？侯爷昨天还在这儿喝到半夜呢，跟我们说他没有夫人。姐姐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侯爷在我们这儿那是常客，他喜欢什么样的，我们最清楚。姐姐这个样子的，侯爷怕是看不上。就是呢，侯爷喜欢的是有风情的那种。姐姐一看就是良家女，侯爷最怕的就是良家女。麻烦姑娘们告知，她到底在哪儿？3楼雅间天字号，不过姐姐上去也没用，侯爷说了，今天谁都不见。他还真上去了，看他能怎么办。侯爷最烦这种端着架子的了，一会儿准备赶下来。夫人来了，要不要喝一杯？这位夫人，侯爷现在不方便见客。出去。什么？我说，出去。夫人好大的威风。侯爷，回家。不回。为什么？这儿挺好的，有酒喝，有人伺候，比家里舒服。侯爷，您成亲了。我知道。侯爷，您知不知道我一个人在家里有多害怕？昨天晚上我都没睡好，就想着侯爷什么时候回来。你昨天不是烤肉吃的挺欢的吗？那是白天的事，晚上就不一样了。晚上一个人又黑又冷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你院子里不是有不少丫鬟？他们又不是侯爷。侯爷，回家好不好？您别喝酒，我给您泡茶，我泡的茶比酒好喝多了。夫人，你这是在跟本侯撒娇？有用吗？有用。走吧，回家。对了，夫人，你刚刚撒娇的时候可没有骂为夫吧？侯爷，我
凉你也不敢。能不能煮死这家伙？侯爷，我有件事想跟您商量。夫人有话直说无妨。侯爷以后要去翠云楼，能不能别让人知道？我不是要管侯爷，我就是侯爷刚成亲第2天就去那种地方，传出去总归不太好听。我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侯爷的声誉着想。我知道侯爷在外面有应酬，有交情，我都能理解。只是侯爷能不能稍微顾及一下我的颜面？夫人，你刚才在翠云楼是不是受气了？没有，那些姑娘挺热情的。热情？他们居然没有排斥你。下次他们再排挤你，你就告诉他们你是谁。本侯的夫人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欺负的。翠云楼那些姑娘好像不是阿猫阿狗。睡觉。姑娘，这糖葫芦还吃吗？拿纸笔来，送去吴府，交给武将军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将军，侯府3姑娘派人送了个纸条来。嫂子昨日来送糖葫芦，我没见。好，算没白疼这丫头。烧了吧。是，将军。侯爷，武将军来了，说要见你。让他进来。荣怀，什么事？有件事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，是关于嫂子的。她怎么了？荣怀，我知道这不该我来说，但你是我过命的兄弟，有些话我不说，谁跟你说？嫂子她昨天去3房找荣沁了，还带了东西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侯府的事没有我不知道的。他去给荣沁送糖葫芦，荣沁没见他。你既然知道，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。她刚嫁进来2天就开始拉拢人了，先是去找2婶，又去找荣沁。2婶那个人你也知道，墙头草，谁给好处跟谁。荣沁嘛，年纪小，好哄好骗。你这个夫人一点不安分。我知道这话你不爱听，但我得说，你们谢家现在什么从境，你比我清楚。这个时候身边不能留一个来历不明的人。来历不明？沈家只是一个4品文官，跟你们侯府8竿子打不着，凭什么就能把女儿嫁进来？你就没想过，这背后是不是有人在安排？难道沈福一他爸真的只是表面上看着这么简单？你是说……我没说什么，我只是提醒你防着点儿。嫂子表面看着乖顺，但她做的这些事可一点都不乖顺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不过他去找2婶和荣熙，不就是正常的人情往来吗？新媳妇进门跟长辈和妯娌走动走动，有什么问题？问题是他找的不是时候。你想想，他刚进门脚跟都没站稳，就急着到处走动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心里有盘算。那你觉得他有什么盘算？我不知道，但这种表面越乖的，心里越有主意。荣怀，你这个人什么都好，就是在女人身上太不当回事了。以前你一个人怎么都行，现在有了家室，有些事还是得多个心眼儿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荣慧，你不会把我的话告诉他吧？我不是想挑拨你们夫妻关系，就是担心你。放心，你跟我说的话，我不会告诉他。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件事。什么？你以后也别去找他麻烦了。我哪有？有没有你自己清楚。她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，你跟她过不去，不是在打我脸吗？稍微收敛些。荣怀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跟他过不去？我什么时候跟他过不去了？算了，我说这些也是为了你好，你爱听听不听。长随，夫人现在在做什么？夫人好像在院子里晒太阳。晒太阳，是不是有点太无聊了？侯爷这话是何意？来，你来写句话，
偷偷送去给夫人。武将军告知侯爷夫人找三姑娘一事。秋堂，刚刚可曾有人进来过？未曾看到有人进来。怎么了，夫人？没什么，只是有人给我送了份大礼。大礼？挑拨离间的礼。秋堂，帮我重新梳个头。夫人发髻未乱，为何要重梳？刚才那个太素了，今晚要见侯爷，得好看点儿。走吧，去书房。夫人不先去给老夫人请安吗？请完安再去书房。今晚事多，得抓紧时间。侯爷在吗？在。夫人稍等，小的通报。不用通报了。夫人来了。侯爷。夫人有何事？这是什么？侯爷看看就知道了。我回屋的时候，这张纸条就压在梳妆台的铜镜下面，不知道是谁放的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放的。上面写的可是真的？侯爷，您觉得呢？我今天去找三妹妹，是给三妹妹送糖葫芦。三妹妹没见我，我就回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不知道武将军跟侯爷说了什么，但有人把这件事写在纸条上，偷偷放在我房间里。侯爷，这个人定是想挑拨离间。哦，挑拨什么？挑拨我和侯爷的关系，挑拨我和武将军的关系，让侯爷觉得我到处拉拢人，让武将军觉得我在背后搞小动作。侯爷，我刚进门3天，和各方的亲戚走动，打个面罩，这是尊重。怎么这都能传到武将军耳中，还让武将军亲自跑一趟来告知侯爷您呢？所以呢？所以，我想请侯爷帮我做主。做主？对，有人在我的房间里放纸条，这件事可大可小。往小了说是恶作剧，往大了说，是有人在侯府里兴风作浪，挑拨离间。这种人今天能在我的房间放纸条，明天就能在侯爷的书房放别的东西。夫人这是想把此事闹大？不是闹大，是想请侯爷帮我找出这个挑拨离间之人，以绝后患。夫人想让本侯帮忙，那本侯有什么好处？侯爷想要什么好处？本侯这个人吧，从来不白干活。夫人惩本侯一下，本侯就帮你查。侯爷说什么？亲一下，就一下，不赖账。侯爷，您这是在趁火打劫。不错。所以夫人是亲还是不亲？侯爷说话可作数。本侯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？好了，侯爷。夫人管这叫亲？侯爷刚才不是说亲一下吗？我亲了侯爷的脸，那也是亲。沈福义，你在耍本侯？侯爷说的是亲一下，又没说亲哪里。我亲了侯爷的脸，怎的就不算了？你知不知道本侯最讨厌别人在本侯跟前耍小聪明？我没有耍小聪明，我是真的觉得亲在脸上比亲在嘴上更有诚意。更有诚意？对，侯爷想想，亲在嘴上多俗气，亲在脸上就不一样了。亲脸是什么？是尊重。尊重？对，亲脸表示我对侯爷的尊重和敬仰，亲头上就太轻浮了。侯爷这么高贵的人，怎么能用那种俗气的方式？再说了，侯爷让我亲我就亲，那我多没面子。我好歹也是侯府的主母，传出去多不好听。你不说我不说，谁知道？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侯爷去哪儿？去找人查纸条的事。侯爷真要帮忙？本侯说话算话，下次不许再亲脸。夫人可听懂了？听懂了。下次？什么下次？还有下次？谁要跟你有下次？
等兔子。秋棠，库房里的东西你查了吗？有字画、瓷器、金银器皿，另外还有玉器、首饰、绸缎料子。具体是什么，奴婢不清楚，毕竟我们都进不去。打听这么多进不去也是瞎折腾。汝窑花盆一个顶普通人家吃3年，我1个月月钱才多少？扣一半，扣到猴年马月去。要不找老夫人说说情？侯爷，侯爷您慢点，侯爷您小心门槛。夫人，侯爷怎么喝这么多？高兴，今天高兴。高兴？喝成这样叫高兴？侯爷是查到什么了吗？那个，本侯还没查到，只晓得一张纸条，没头没尾。笔迹是生手写的，纸张是市面上最普通的，查不到是谁放的。我就猜到会是这样。夫人，夫人，你不会生气吧？生气？你要不要看看我藏在袖子里的手，早就已经攥紧了。是查不到，还是压根没查？怕不是出门潇洒，喝完酒就直接过来了。忍住，沈福一，你要忍住。你是侯府主母，你要端庄，要温婉。夫人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没有，侯爷，查不到就算了，也不是什么大事。真的？那你刚才在想什么？在想侯爷辛苦了，喝了这么多酒，还要帮我去查事情。让一个纨绔动脑子，还不如自己费脑子。夫人，侯爷要说什么？夫人的手挺软的。秋航，打盆热水来，给侯爷擦擦脸。是，夫人。这人的手是铁钳子做的吗？这么攥着我的袖子，我不要动了。事儿没查清楚，还来给我添麻烦，真想把他一脚踹出去。夫人，这怎么擦？放那儿吧，等他醒了再说。夫人，侯爷对您其实挺好的。他扣我月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？把夫人叫起来。夫人，夫人醒醒！夫人，该起了。再睡一刻钟。告诉他，老夫人叫他。老夫人叫我？现在吗？是侯爷说的。侯爷，您这副模样是昨晚没睡好。夫人睡姿极好，好到为夫被你当成被子抱了一夜。难道我的睡相真的有那么差？真是丢脸丢到外祖母家了呀！秋棠，以后晚上把夫人的手脚绑起来，再让她睡。侯爷，您说什么？侯爷，您昨晚没睡好，
眼睛怎么……闭嘴！夫人，也该去给老夫人请安了。福一，你进门也有几日了，府里上下也都大概了解了些，管家的事情该接手了。这是侯府库房、账房和各处院子的对牌钥匙，从今天起交给你保管。祖母、二婶、三婶，福一年轻不懂事，怕管不好，往后还请各位长辈多指点。侄媳妇儿客气了，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我，我肯定知无不言。管家不是小事，侯府上下几百口人，吃穿用度、迎来送访，样样都要操心。你刚来不着急，慢慢学。账册在账房，你一会儿差人去取，有什么不懂的问周管家。是，孙妾明白。老夫人放心，侄媳妇儿聪明着呢，定能管好这个家。秋堂，账房在哪儿？在东跨院，奴婢带您去。夫人，这是侯府这几年的账册，老夫人让属下交给夫人。这么多吗？这是近3年的，往年的在库房里。夫人要看的话，属下再取。天哪，这主母的位置能不能换个人来当？周管家，我刚来，什么都不懂，这些账册怕是看不太明白，能不能麻烦周管家先给我讲讲大概？夫人想问什么？侯府每月的进项有多少？出项有多少？哪几项是大头？哪几项最近有变动？侯府的主要进项是田产和铺面，田产每年约有2万两进项，铺面约有1万两。出项方面，各房月钱、下人俸银、节礼往来、日常开销，加起来每月约2000两。进量1年3万两，出项1年2万4千两，结余6000两。不算穷，但也算不上富裕。最近有没有哪项支出突然增加了？夫人问这个做什么？随便问问，周管家要是不方便说就算了。最近3个月，侯府的药材采购支出比往年多了3倍。老夫人身子不好，老夫人的药一直是太医院开的，不从这里走账。不从老夫人那里走账，那这些药材是给谁的？多谢周管家，我先拿回去慢慢看。夫人，您刚才问那些，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秋堂，回头去帮我找个算盘来。算盘？夫人要算盘做什么？自然是算账，10几本账册，我得看到什么时候。夫人，您要是觉得累，要不咱们可以找侯爷帮帮忙。得了吧，让他帮忙，他连一张纸条都查不出来，你让他帮我算账？侯爷，您怎么来了？管家了。祖母把对牌交给我了。看得懂吗？慢慢看，总能看懂的。侯爷，我这脸上是有什么脏东西吗？没有，只是跟你说一声，花盆的事不用赔了。不用赔了？为什么？就当本侯心情好。心情好？这人昨晚一夜没睡，还能称得上是心情好？荣奎，你让我好找。荣奎，今天军中休务，闲着没事，咱俩去翠云楼喝一杯。咱们都好久没一起喝酒了。嫂子，你瞧我见到荣怀高兴的，都忘了同你招呼了。嫂子不见怪吧？不见怪，不见怪个锤子！一进来就搂谢荣怀，摆明了就是想给我找不痛快。还得是嫂子大方。我跟荣皇去翠云楼喝杯酒，嫂子要不要一起去？武将军有心了，只是我这人不会喝酒，去了怕扫了将军和侯爷的兴。不过侯爷昨晚喝多了，清早起来眼睛下面都是青的，我看着实在是心疼。将军要是再拉着他去喝酒的话，我怕侯爷的身子会受不住呢。将军是武将，身子骨好，可侯爷不一样。侯爷虽然看着精壮，但内里其实虚得很。昨晚上侯爷吐了好几次，折腾到半夜才睡下。我守着他，
一夜没敢合眼。一夜没合眼，明明睡得跟猪一样，整个人都往我身上挂。压得我确实是一夜未曾合眼。荣怀以前喝酒从来不会吐，他酒量好着呢。荣怀，你说是吧？是吗？那可能是以前没人照顾他，他吐了将军也不知道。荣怀，你真的不去了？我都好久没跟你喝酒了，赏我个脸呗。今天不去了，家里有事。什么事？管家，我夫人刚接了对牌，忙不过来，我得帮忙。侯爷对妾身真好，妾身一定好好管家，不让侯爷过多的费心。既然荣怀有事，那改天再约。对了，嫂子，我还未曾和嫂子喝过酒，下次我寻壶好酒来，单独找嫂子喝。嫂子要是不会喝酒没关系，我可以教你。将军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只是我这个人不太会跟人打交道，怕招待不周。没事，我这个人吧，最不喜欢客套。嫂子可千万别跟我见外。荣怀，下次你可别再拒绝我了。夫人当真好口才。侯爷说什么呢？我什么都没说啊。你什么都没说，就是说了侯爷昨晚吐了好几回，折腾到半夜，夫人一夜没敢合眼。妾身是关心侯爷，不想让侯爷再被拉去喝酒，所以才说了谎。您别怪妾身。关心？你昨晚睡得跟猪一样，让本侯一夜合不了眼，可是忘了，甚至还在本侯的怀里滚来滚去。夫人，要不要本侯帮你重新回味一下？我没有。侯爷，你勒疼妾身了？疼？昨日夫人压着本侯一整晚，本侯都没喊疼。侯爷，您能不能别说了？算是没让本侯好好睡觉的惩罚。要不是碍于要在他面前装作柔弱，高低得跟他招呼两下。这该死的家伙，绝对是故意的，可别被我找到机会，否则一定要好好的整顿他一顿。进来。侯爷，兵部有消息，武冲昨日密会了禁军副统领赵恒，两人在赵府后巷的马车上谈了一炷香的功夫。赵恒离开的时候，往袖子里藏了封信。禁军副统领，武冲的手伸的倒是比我预想的要长，能让赵恒亲自收的东西，不会是什么能留下把柄的证据。继续盯着赵恒的行踪，事无巨细，全部记下来。是。还有事？回侯爷，还有一件事。江南那边的消息。沈家最近3个月没有任何异常动向，沈父每日上朝下朝，后宅平静。夫人嫁入侯府前，沈家没有与任何朝中势力有过密来往。江南那边继续盯着。是。长随，侯爷，去查一下西山围猎的随行名单里有没有谢家。侯爷想去，去不去另外说，但本侯得未雨绸缪。秋棠，夫人有什么吩咐？周管家在府里多少年了？听说有20多年了，老太爷还在的时候就在府里当差了，一直管账。对，周管家是账房出身，老太爷在世时就让他管着府里的账目，老夫人信他，侯爷也不怎么过问。这样的人，要是真有问题，那就是大问题。周管家这个人，你了解多少？周管家这个人吧，话不多，做事仔细，对谁都客客气气的，府里上上下下对他的印象都不错。他有家人吗？有的，老伴儿前几年没了，有个儿子在外面做生意，听说做的还不小。做什么生意？这个奴婢就不清楚了。夫人，您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？
没什么，就是随便问问。秋棠，你去请周管家来一趟，就说我有几处账目看不懂，想请教他。是，夫人。夫人找属下。周管家来了，快请坐。周管家，我这个人不太懂账目，有几处地方看得云里雾里的，想请您指点指点。您看这里，3月采购的布料支出写的是500两，但入库登记上写的是100匹布，一匹大概2两银子，100匹也就200两，这多出来的300两是买了别的什么吗？夫人记性好，这批布料确实不止100匹，入库登记上只写了100匹，是因为另外50匹直接送到了各房各院，没有经过库房。另外50匹，可是支出写的是500两，100匹200两，50匹100两，加起来也才300两，这500两还是对不上。属下记错了，那一批布料是上等的蜀锦，不是普通的布料。蜀锦1匹要5两银子，150匹正好是500两。蜀锦，可是入库登记上写的是100匹普通布料，不是蜀锦，会不会是登记的人写错了？夫人说的是，属下回去查一下底档，再给夫人回复。麻烦周管家了。还有这里，5月的药材采购比上个月多了300两，是府里有人生病了吗？我怎么没听说？回夫人，是老夫人让备的一些滋补药材，存在库房里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滋补药材？什么滋补药材这么贵？300两呢？是上等的人参和鹿茸。原来是这样。今天就先问这些吧，麻烦周管家了，耽误您这么长时间。夫人客气了，属下分内的事。周管家，夫人还有什么事？令郎在外面做生意做得还好吗？还过得去。做什么生意啊？一些小买卖，不值一提。秋棠，夫人，去查一下市面上蜀锦的价格是多少，再去查一下老夫人这半年时间内有没有让人买过人参和鹿茸。夫人，您是觉得周管家在撒谎？他的回答确实有漏洞。150匹蜀锦足够做几百件衣裳。还有他之前说老夫人的药一直是从太医院开的，走的是另一条账。明日得去库房看看才行。哎呀，侄媳这是要出门，正好正好，我正说要来找侄媳呢。二婶找我什么事？今日天气好，我想着去城外寒山寺拜拜，给老夫人和侯爷祈福。侄媳进门还没为老夫人和侯爷祈过福吧？正好咱们一起去。二婶，我今天……侄媳不会是不想去吧？也是，侄媳刚进门，府里的事多，忙不过来也是正常的。只是老夫人年纪大了，身子骨不如从前，荣怀那孩子又是3天2头往外面跑，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。去庙里拜拜，求个平安，也算是咱们做晚辈的一片心意。二婶说的对，只是我今日约了周管家对账，怕是走不开。对账什么时候不能对？祈福讲究的是诚心，今日是15，庙里香火旺，改日再去，心意就不一样了。二婶说的是我考虑不周，只是我这个人不太懂这些规矩，去了怕是不太好。要不二婶先去吧，我改天再……这有什么不懂的？跟着我走就是了，我教你。那好吧。秋棠，去跟周管家说一声，账册的事下午再说。是，夫人。这就对了嘛，侄媳放心，咱们快去快回，耽误不了多少时间。对了，侄媳昨儿个在查账，就是随便看看，我什么都不懂，怕管不好，想多学学。侄媳谦虚了，我听说你问了好些问题，周管家回去还说呢，说夫人心细。周管家过奖了，我就是瞎看。侄媳难不成是觉得账目有问题？问题？什么问题？我就是看不懂那些数字才问周管家的。难道是二婶觉得账目有问题？没有，我随便问问。
府里的账一直都是周管家管的，老夫人信他，不会出什么岔子。昨天查账查出问题，今天这么快就传到王氏耳中了，一定有问题。王氏皇中寒山寺父直系拜完了吗？拜完了。一看直系就是不怎么来寺庙的人，跪这么久，倒是让你跪难受了。也是二婶没考虑周全，待会儿啊，二婶带你去吃这里的素面，让你好好缓缓歇歇。吃碗面再回去，到家怕是要下午了。这王氏真会给人找麻烦啊！侯爷，夫人跟二夫人去寒山寺祈福了。祈福？是，二夫人一早来找的夫人，说是今日15去给老夫人和侯爷求个平安。去了多久了？1个多时辰了。还有一件事，昨晚夫人周管家过去查账。侯爷要出门？自然是要去看看王氏有多虔诚的带着本侯的夫人礼佛。不对，这面不太对。二婶，直喜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。来人，把夫人抬到后院禅房去，让她好好睡一觉。查账？小姑娘才来几天就敢查账？让你在这睡2天，好好的醒醒脑子。谢二夫人。师傅这么慌里慌张的是要做什么？侯爷来了。谢侯爷。是，带着人已经到了山门口。好端端的，侯爷怎会突然过来？是来找沈福一的。荣怀，你怎么来了？二婶，我夫人呢？直喜在哪儿？在后院吃面。吃面？吃了多久了？没多久，我见他吃完有些困意，就让人带他去禅房小坐歇息了。我这夫人吃碗面还能给自己吃睡着了？兴许是路途跋涉，有些累了。荣怀，你听我说，直喜就是累了，休息一下就好。在哪个禅房？二婶，我问你，我夫人在哪个禅房？后院东厢第1间。秋堂叫过去了没有？已经过去了。我们先走，省得闹出事来让人看笑话。侯爷。夫人，沈福烟，真是有够笨的。回府。是。侯爷，您这是扛着，是不是不太好看？要不你来扛着？不敢。侯爷，夫人这是……看什么看？没见过人睡觉。二婶，荣怀，你这是？我家夫人柔弱，被二婶拉去拜佛，居然拜晕了，怎么都叫不醒了。她可能就是累了，吃碗面就累晕了。我夫人竟然如此娇气。二婶带她去的，现在人累晕了，二婶就得负责。我把人交给二婶了，二婶什么时候把她弄醒，我什么时候把人带走。荣怀，
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我没说二婶是故意的，我就是说我夫人是在二婶身边晕的，这件事二婶得负责吧？这万一晕出个好歹来，还得花本侯的钱，本侯不得委屈啊？荣回，这是你的媳妇儿。本侯的媳妇不错，但是二婶带出去的可不能这么论啊。二婶心善，又经常烧香礼佛，心如菩萨般慈悲，一定能帮我照看好我夫人的。我就先走了。荣怀，侄媳要是醒了不愿意留着怎么办？那就先留着，二婶照顾她，我放心。侯爷，您真把夫人放在二夫人那儿了？万一二夫人……他不敢，人在他那儿，出了事，他脱不了干系。那侯爷什么时候去接夫人？等他醒了再说。啊？没准他还不想回来。啊？派人盯着些，有情况就过来告知本侯。是，侯爷。